很多人不明白涂山璟武不如香柳，权不如苍玄，甚至为人处事还带着一些软弱，单单凭一个对小妖好就俘获了小妖的芳心，这对香柳和苍玄也太不公平了。其实小妖爱涂山璟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涂山璟任何时候都对他好，把他放在第一位，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原著里涂山璟一共死了4次，在这些被反复蹂躏的日子里，他跨过的每一次难关都像是在渡劫。第一次涂山璟被哥哥涂山侯设计，风光霁月的青丘公子涂山璟死了。第二次梅林殉情，为了能和小妖身份匹配的涂山璟死了。第三次喝了涂山太夫人给的汤，叶时期死了，留下了行尸走肉般的涂山璟。第4次涂山侯联合苍玄，杀死了行尸走肉般的涂山璟，留下了世上最好的涂山璟。看懂了涂山璟4次死而复生后的变化，才知小妖爱上他的真正原因。涂山璟死的第1次，涂山侯将涂山璟百般折磨蹂躏后，失去全部尊严，生不如死的涂山璟遇到了小妖。小妖像一束光，照亮了涂山璟千疮百孔的心。康复后的涂山璟当即决定，此生不做涂山璟，也不会向涂山侯复仇，只做文小六的叶时期。死第1次的涂山璟爬出来了，他学会了放下和宽恕。如果是苍玄经历涂山璟的这些折磨，他会如何选择？换言之，如果武王、七王像涂山侯对待涂山璟这样去折磨他，活下来的苍玄会如何？从他毫不留情地刺杀小妖的中原世家之后，就可以知道他必定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情感上，这些中原世家之后可是与蚩尤有灭门之仇，他们找蚩尤的女儿小妖报仇并没有错，而苍玄为小妖杀了他们的以仇止仇的行为，和这些中原世家之后的选择也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普通人受到伤害后的本能反应。仇恨并不需要智慧，宽恕才需要智慧和格局。万物皆有裂痕，可心存希望，那便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有人说，那是因为涂山璟遇到了小妖。那小妖回到苍玄身边以后，苍玄的狠毒、冷漠、自私、虚伪有得到改变吗？小妖多次舍命救苍玄，但是他却多次利用伤害小妖来回报他。涂山璟死的第2次和第3次，涂山璟为了和小妖在一起，不得不又做回涂山璟。回涂山家也就意味着和防风异应涂山侯必须有纠缠，有随时想杀自己的大哥涂山侯时时刻刻管着自己，不让自己和小妖在一起的奶奶，有对自己不忠却又想做涂山氏族长夫人的未婚妻防风异应，哪一个是好对付的人？涂山璟可以选择最简单的方式，杀了涂山侯和防风异应，他和小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少了防风异应，涂山太夫人接受小妖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涂山璟的性格底色不允许他这么做，最终他被涂山太夫人和防风异应算计，让他和小妖误会重重。人无完人，涂山璟也有他的骄傲和贪心。小妖是浩陵王姬，涂山璟希望正大光明，以配得起小妖的身份，名为正娶小妖，这有什么错呢？只有经历过失去小妖，死过第2次和第3次的涂山璟才会明白，原来涂山璟的身份才是阻止2人在一起的真正原因。人的一生便是不断的失去，不是失去这些，便是失去那些。涂山璟就算失去涂山氏族长的身份，也不能失去小妖。他去找香柳，请他以防风贝的身份，将小妖从他和赤水丰隆的婚礼上带走，而不再如行尸走肉般的涂山璟也终于查清楚了防风异应和涂山侯的阴谋，明白自己是被防风异应和涂山太夫人联合算计了。儿子涂山田也是防风异应和涂山侯的，他第一时间就去找小妖解开误会。两人商量后都决定采取对涂山氏影响最小的方式来结束这个错误。善良和宽容并不等于软弱可欺和无限大度。此时的涂山璟终于走出了对哥哥涂山侯的愧疚之心，不再一味忍耐，学会了反击，迅速向涂山氏长老揭穿了防风异应和涂山侯的阴谋。涂山侯坚持是防风异应主动勾搭他，才让他犯下大错，最后防风异应扛下了所有的错。涂山侯的心腹被涂山璟处理，涂山侯被涂山家边缘化，驱逐到浩陵，援助高辛。防风异应用精血灵力为涂山氏寄养食神。2年后，涂山璟想了个办法，让防风异应假死，把他安置在清水镇，每年安排涂山田陪他几个月。
防风夜莺寄养过尸神，寿命也就几十年。当时的涂山璟没有对涂山侯赶尽杀绝，也没办法对他赶尽杀绝。经营了这么多年，涂山侯被逼急了，肯定会狗急跳墙，所以涂山璟才选择暂时按兵不动。涂山璟的第4次死亡，涂山璟收到田二病危的消息，他知道这很可能是陷阱，但是为了涂山田，他还是带着涂山氏所有暗卫去了清水镇。果然涂山璟再一次中了涂山侯的算计，在与涂山侯的决斗中身受重伤，掉入河中失踪。涂山侯也被表面帮他实际一心想要复仇的防风夜莺杀死，但实际上涂山璟不止中了涂山侯的算计，真正置他于死地的人是苍玄。涂山侯带去的人不但杀了所有看守防风夜莺的侍卫，还杀了涂山璟的30多个暗卫，还将剩下的几个绝顶高手围困住，让他们无法去救涂山璟。干净利落的屠杀那么多涂山氏的高手，要有多少高手才能做到？被涂山氏驱逐的涂山侯无钱无势，怎么可能在涂山璟的严密监控下发展出那么多的高手呢？涂山璟的死看似是兄弟相争，实际背后另有人要涂山璟死，这个人就是苍玄。如果没有他的安排，涂山侯根本不可能靠近涂山璟。小妖知道后多次出手想要杀苍玄，最终却还是舍不得杀他，宁愿选择自己服毒自尽。即使苍玄伤害小妖至此，小妖还是舍不得伤害他最爱的哥哥。从这一点来看，苍玄永远配不上小妖，更加比不上事事把小妖放在第一位的涂山璟。这一次香六不但救了危在旦夕的小妖，解了情人蛊，也救了身受重伤的涂山璟。涂山田一直是涂山璟在教导，行事风格很像涂山璟。他继承了涂山氏族长，他终于放下了所有的责任，只做跟随文小六浪迹天涯的叶时期。而此时涂山璟才真正成为了在天璀璨，在地从容，担得起倾目仰望，经得住暗淡平凡的大丈夫。小妖正是被这样的涂山璟融化了坚硬的内心，丢掉了过去的痛苦经历，也成为了和他一样柔软的人。而这些是苍玄永远做不到的，哪怕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